而看到故事中的蓝曦臣竟把魏无羡诱引到了他们家的冷泉去，众人腹诽：曦臣啊，你怎么想的？还嫌你弟弟被他糟蹋的不够吗？本来蓝忘机正浸在冰冷的泉水中闭目养神，却生生让魏无羡给搅和了，一阵乱扑，一通撩拨，成功的让蓝忘机再次抛弃了家教礼仪，爆了粗口。蓝启仁心里又一次的涌起了一股煞气，想掐死魏无羡。当众人看着魏无羡被蓝启仁一顿劈头盖脸的怒骂，他还一脸笑嘻嘻的模样时，说不上同情跟无奈哪个更多了。而这些小辈听着先生的怒骂，更是一脸惨不忍睹啊！水行渊之难给姑苏蓝氏带来了极大的麻烦，蓝启仁为此大耗心力，教学时间越来越短，是以魏无羡等人晃荡的时间是越来越长。魏无羡道：多半是在想怎么救我们的错。江澄道：错，不是我们，是我看他盯的就只有你一个人。魏无羡道：嘿，等着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。蓝忘机则阴暗地想：魏婴，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魏无羡攀着藏书阁外那棵玉兰树爬了上来，变戏法一样从怀里掏出2只兔子。你看他们这样叠着，是不是在？蓝忘机终于把他从藏书阁上掀了下去。众人无奈摇头：魏无羡，你可真不要脸。蓝曦臣看着自家弟弟闭眼无耳的动作，心中暗笑，这世上能让他这个性子静如止水的弟弟如此心烦意乱的人，怕是只有这个魏无羡了。恐是年少，撩拨戏弄之下便动了心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蓝氏祖先蓝安出身庙宇，灵梵隐长成，年少便是远近闻名的高僧，在姑苏遇到了他所寻的天定之人，与之结为道侣，在仙侣身陨之后，又回归寺中了结此身。许是没想到，以刻板闻名的蓝家先祖竟是如此一个人物，众人频频颔首赞叹。故事中的魏无羡倒是总结得挺好：未遇一人入红尘，人去我亦去，此身不留尘。众少年围簇中间的一位少年，许是故事听得意犹未尽，几位少年就着道侣这个话题讨论起来。子轩兄，你看哪位仙子最优？子轩这个称呼一出，金陵立马精神起来，连腰杆都挺直了几分，眼睛迅速扫过书籍上一幕幕的画面，最终定格在了一个画面上。这少年眉目高傲俊美，额间一点丹纱，正是兰陵金氏的小公子金子轩。金陵隐隐有些激动，而金子轩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神色不自然地挠了挠头。待画中的金子轩说出不必再提时，金陵激动的神情瞬间熄灭。难道阿爹不喜欢阿娘吗？可看了看身边自己的娘亲戏谑的取笑，面色尴尬的父亲，心下明亮起来。好像又不是。你以为你自己又有多让人满意了？哪来的底气在这挑三拣四？他若是不满意，你让他解了这门婚约。总之，我可不稀罕你的好师姐，你若稀罕，你找他父亲要去，他不是待你比亲儿子还亲。此话一出，金子轩瞬感尴尬至极，坐在一旁的于夫人冷冷地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视线下移，待看到夫妇俩紧握在一起的手，终是没有说什么，冷哼一声便回了头。金陵倒是惊了一下，原来父亲小时候跟魏无羡和舅舅这么不和呢。又看了看身边神色凛然的舅舅，好像现在也不是很和。众人看着画面中那一言不合就动手的2个人，感叹道：当真是年轻啊，不管不顾，不爽就干。可这魏无羡既然这么护他师姐，为什么最后江厌离会死于他之手呢？众人不免好奇，或许这本书真的能解开一些他们不知道的谜团。金陵恍然间想起了魏无羡曾经在金陵台上对自己说过的话：等你今后长大了，你会发现想打的人更多，但是更要勉强自己和他们好好相处，所以趁你还小，想打什么人就打个痛快吧。所以魏大舅，这是你的切身之谈吗？这一架打得惊动了2大世家，江丰眠和金光善当天就赶来了姑苏。江丰眠提出了解除婚约，金光善便答应了这件事。画面中，一条蜿蜒的石子路上，远处有一个很矮的身影。待画面拉近，是魏无羡老实的跪在那里。江澄远远走来，讥讽道：你倒是跪得老实。魏无羡幸灾乐祸道：我常跪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但金子轩这厮肯定娇生惯养，没跪过，今天不跪得他哭爹喊娘，我就不欣慰。
可可，哈哈哈！精灵忍了又忍，最终还是没忍住。这笑声一起，像是起了头一样，很多憋着不敢笑的人们都憋不住了，大笑出声，连于夫人都有些忍俊不禁。看来让他长跪还真不是件坏事。蓝忘机无奈摇头，唯有金子轩拉着脸，不禁想：魏无羡，你小子也真是太看不起我了，就算没跪过，我也不至于哭爹喊娘。江澄道：要不是被你推开了，金子轩另一边脸也不能看了。魏无羡道：还是别了，他现在这样脸不对称，更丑一点。我听说这厮像个孔雀似的，特爱惜自己那张脸面，不知此刻看了镜子有何感想？哈哈哈！金子轩的脸色更臭了。什么感想？哼，从小到大就没人敢打过我。金陵偷偷看了看父亲，干咳两声，尽量憋笑。江澄心中情绪十分复杂。江丰眠从来不曾因为他的任何事而一日之内飞赴其他家族，无论好事还是坏事，大事还是小事，从来没有。那个声音又将江澄的心声剖白解说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江澄再一次引起想抽烂了他的念头。江丰眠心中微起波澜，叹了声气，对着惶惶手足无措的儿子道：阿成，如今你该明白的。江澄顿了顿，道：是，我明白。脸色依旧郁郁。你走吧，有空去围观一下金子轩那傻球罚跪的模样。金子轩的脸黑了，将艳离掩面而笑。金陵本来已经大笑出声了，可瞥到自己父亲的神色，多少收敛些，总要给自己父亲留些面子。待听到周围此起彼伏的哄笑声，金陵不爽了。那可是他的父亲，旁人有什么资格嘲笑他？金陵冷声道：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金家家主发话，绝大多数人都瞬间敛住了笑声，可偏偏有那么几个突兀的声音压根不听他的话。蓝景怡对金陵的话置若罔闻，继续捧腹道：哎，金陵，你不觉得前辈们小时候都太可爱了吗？哈哈哈哈！金陵道：闭嘴！金子轩看着儿子装作恶狠狠，实则憋笑憋得通红的脸，无奈地摸了摸他的头。书籍自动翻页，这一页恢复到了一开始那样清亮的画质。众人心下明白，少年时期的故事已经讲完了，又回到了现在进行时。魏无羡规规矩矩地躺在榻上，双手放在身侧，被摆成一个安分守己的姿势。这睡姿实在不该出现在魏无羡身上。他腰酸背痛，耿直地道：我起不来。蓝思追道：你又怎么了？魏无羡道：我怎么了？我被你们家寒光君睡了。蓝景怡的声音也气势汹汹地响了起来：你再胡说八道，我们可饶不了你，出来！魏无羡冤枉道：真的，他睡了我一整夜，我不出去，我没脸见人了。众人心道：你没脸见人，你就有脸喊了吗？这么没羞没臊的话，你也敢当着本家弟子们的面喊出来？当时的韩光俊正在明示招魂，他显然不知道有这么一段对话。蓝忘机眸中划过一抹异样的光彩，转瞬即逝。好巧不巧，正被观察自家弟弟的蓝曦臣捕捉到，面上原本微笑的脸蓦然一僵，不自然地撇过头去，心道：忘机呀忘机，你收敛些吧。蓝景怡七窍生烟，云深不知处禁止杀生。这是韩光君养的，你敢考？韩光君板着脸抱着个兔子，哎呦我的妈，我要不行了。蓝忘机听着魏无羡对自己养兔子的评价，内心毫无波澜，只是有点想天天。正在这时，从云深不知处的西面传来了阵阵钟声。蓝景怡与蓝思追脸色大变，顾不得再跟他插科打诨，甩下他就跑。魏无羡两步迈上数级的台阶，踹了一脚明室的大门，厉声喝道：开！虽然夷陵老祖的名声是差出了天际，不过他的实力之强盛还是不容置疑的，所以众人看到明室的大门轻而易举地被他打开，也都觉得本应如此。一进入明室，魏无羡便感觉一阵压抑的黑气逼面而来。参与招魂仪式的人逃的逃，倒的倒，只有东首席上的蓝忘机还正襟危坐。原本坐镇一方的蓝启仁此刻已经歪倒在一旁。蓝忘机与他目光相接，右手抬起，一串弦音流泻而出，魏无羡当即以笛音相和。聂明觉看着那中间散发阵阵怨气的邪物，回想自己死之前的惨状，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侧头看向一边被蓝曦臣护在身后的金光瑶，越看心底的怒气和恨意越发浓郁起来，充斥了整个胸腔的杀意在那一刻驱使着他想要拔刀斩杀之。他动了动，
方才想起自己灵力尽失，又想起此地的限制，这才冷静了下来。原本已失去意识的蓝启仁竟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，声嘶力竭道：“别吹了，滚，快滚！不许！”还没说完，他吐出一口鲜血，又原地倒了回去。众人都是目瞪口呆，可想而知，这蓝启仁对魏无羡这个直系不满到了什么程度。而蓝家几名小辈心中不由得对魏无羡肃然起敬，能把韩光君收服，又能让蓝老前辈气成这样，还毫无办法的，真不愧为夷陵老祖，真是厉害极了。